那天早上，这条山路上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一个强盗说，他找到了最完美的目标，客栈里漏了财，路也选得够偏，甚至连同行的人都看起来毫无威胁，一切都太顺了，顺到他甚至没想过，这可能不是一场抢劫，而是有人在等他动手，然后他出手了，但倒下的却是他自己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广东博罗这地方原本民风挺淳朴，可偏偏在那些险峻的山岭上突然冒出一伙狠辣的强盗。这些人常年钻在深山老林里，专门打劫过往的客商，杀人越货那是家常便饭。现在这几条商道已经成了没人敢走的鬼见愁，当地百姓天天担惊受怕，生怕哪天大祸临头，就跑去官府告状。官府派了不少差役四处搜捕，可邪门的是，官兵一到，这帮贼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影儿都摸不着。就在这时候，博罗县来了一位代理县令，名叫熊斌。这位熊爷可不是个糊涂官，他廉洁能干，处理政务那是井井有条。乡亲们私下里议论纷纷，都说之前的官员对这伙强盗没招，现在熊爷明察秋毫，没准能有转机。于是一群里正和老人带着联名状子找到了熊爷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他大发饶外情之危，彻底铲除这伙害人精，给老百姓留一条活路。熊爷听完诉苦，眉头一皱，问了个关键问题：既然强盗这么多，还老是杀人，为什么一直没见有家属来报案呢？老人们叹了口气说：爷，那些被盯上的都是远方来的客商，在这儿举目无亲，死在荒郊野外，根本没人知道。熊爷又问：那山路崎岖，强盗怎么分得清谁是当地人，谁是外地客？还专门挑有钱的抢，没钱的走过去就没事，这事儿不奇怪吗？听到这儿，熊爷心里已经跟明镜似的了。他分析道：这肯定是客商在住店的时候漏了财，被贼惦记上了。这贼人要么就藏在店里，要么就是店里的伙计在当耳目。于是熊爷私下吩咐亲信，去民间找了8位武功高强的练家子，这8个人个个都是能以一敌10的高手。熊爷见人到齐了，便把他们召进后堂，准备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钓鱼行动。熊爷给这8个高手分了工，2人一组，分头行动。每组里挑个长得富态的扮成大老板，身材瘦小的扮成小跟班。熊爷不仅给了他们1两真碎银当零花钱，还特意发了10两特制的锡块假银。他叮嘱道：到了客栈，你们一定要故意把这些假银子亮给别人看。第2天一早赶路，到了荒山僻野的地方，眼睛都给我放亮点，只要贼敢出来，立刻给我拿下。光有高手还不够，熊爷又选了12名精干的官差，也全都换上便装，扮成普通的赶路人。他们分成4路，悄悄跟在那些高手大老板后面。熊爷交代，双方要保持一段距离，既不能让贼发现是同伙，又得保证在前面的高手遇到袭击时，能第一时间冲上去支援。这撒下的大网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着那些自以为是的强盗自己往里钻了。咱们单说往东路去的高手朱元和黄泰，他们一进客栈就找了个最显眼的位置坐下，大大咧咧的打开包裹。好家伙，20锭亮闪闪的大银子，差点晃瞎了旁人的眼。朱元还故意叫了一桌子好酒好肉，又是唱曲儿又是好饮。这时候旁边凑上来一个推小车的脚夫，
客客气气地问：爷，明儿个要雇轿子吗？朱元头也不回地摆摆手：不要，爷，明儿一早自己走。第二天黎明，天刚蒙蒙亮，朱元和黄太就上路了。当他们走到东岭的一处密林时，周围静得连鸟叫都没有。突然，路边林子里闪出一个大汉，照着朱元就是一记重拳。朱元早有防备，侧身一闪，顺势格挡。紧接着，又一个强盗举着刀从树后杀出，黄太立刻迎了上去。一时间，林子里打斗声四起，刀光剑影。而这时候，后面跟着的官差正飞速朝这边赶来。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3名官差大喊着冲了出来。那2个强盗一看对方人多势众，还个个都是硬茬子，顿时慌了手脚，没几个回合就被官差打倒在地，五花大绑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往北路去的李武他们也传来了好消息，同样生擒了2名贼人。虽然西路和南路的贼没露面，但这2组的收获已经足够让熊爷打开局面，审出这些山贼的底细了。熊爷端坐在大堂之上，2排贼人垂头丧气地跪在下面。熊爷一拍惊堂木，厉声喝道：你们是怎么知道客人身上有银子的？老实招来！一个叫巴提的强盗吓得浑身发抖，交代道：大爷饶命！我们平时就混在客栈门口当脚夫，或者是帮客人找骡子，只要看见客人在店里漏了财，我们就赶紧抄近路去山里埋伏。要是客商没漏财，我们一般也不敢随便下手。强盗巴提接着说：其实客栈的老板也都知道我们在干这行，只是他们怕被报复，谁也不敢往外说。我们在这儿横行很久了，求老爷开恩，放我们一条生路，以后一定重新做人。熊爷冷笑一声：杀人夺财的时候怎么不想着积德？这种大案我说了不算，必须上报朝廷判决，先每人赏30大板，关进大牢。板子声和惨叫声瞬间在衙门外响起。没过多久，上级的公文批下来了，这4名谋财害命的强盗全都被判了斩首。行刑那天，博罗县的老百姓几乎全出来了，围的那是水泄不通。随着监斩官一声令下，祸害当地多年的毒瘤终于被铲除了。从那以后，博罗县的盗贼几乎绝了迹，客商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都能在山道上放心大胆地赶路。大家提到熊爷，那是个个竖起大拇指。故事讲到这儿，咱们得琢磨琢磨这背后的道理。以前的当官的每次派兵抓强盗，总是大张旗鼓，还没等官差走到客栈，强盗早就闻风而逃了。可熊爷高明，就高明在他看透了民情和贼心，他知道客栈里有猫腻，所以先瞒过客栈老板的眼睛，用练武的高手假扮客商，这叫以客诱贼。贼以为抓到了肥羊，结果撞到了铁板，哪有不栽跟头的道理？所谓为官者在知民情，熊爷这招钓鱼执法本质上是对人性的精准博弈。他利用了强盗的贪婪，又反其道而行之，利用了客栈这个情报中转站。当强盗以为自己在暗处观察猎物时，其实他们已经成了熊爷手里的猎物。这种智慧不仅在古代能破大案，搁在现在，对于咱们看清身边的各种陷阱和套路，是不是也有点启发呢？最后咱们再看看博罗县的后续。盗贼平息后，那里的贸易变得空前繁荣，曾经的凶险之地变成了黄金通道。那些曾经只能在深山里打劫的无业游民，看到法网恢恢，也都老实了不少。
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法治和智慧才是保护百姓最好的铠甲。好了，关于熊主簿巧妙捉贼的故事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关注我，带你听更多硬核的历史悬疑故事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